这里有无尽的蓝天白云，温暖的海风，碧蓝的大海。这里被孤独星球2017年评为欧洲最佳旅行目的地。这里可以满足你对地中海的一切幻想。欢迎来到克罗地亚。2024年5月，我们从柏林出发，短暂的逃离德国，去拥抱地中海的阳光。我们的第一站是扎达尔，克罗地亚的海滨城市。到了克罗地亚啦 See you in Zadar。嗯哼，我们租车了，其他地方超多人，感觉像是个小棚子，然后每个棚子每个租车公司一个自己的柜台。我们是 Go Car， 然后机场超级小，我们走出来大概就花了3分钟、5分钟。出发。扎达尔位于克罗地亚的中部，是一座千年古城，在201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这里古老的城市结构至今仍保留了公元前罗马时期的风貌。我们在老城闲逛，5月初时游客还不算多，安静和悠闲是我们对这个小镇的初印象。扎达尔最特别的地方是这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上风情。我走在海边时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以为这里的大海真的会唱歌，相当惊艳。哇哦！这个声音，现在是大海发出来的声音，好酷哦！其实，所谓的风情，只是建在海岸边上的石阶，初看上去没有什么独特之处，但石阶下其实暗藏了35个大型风情馆。海水的拍打和潮汐涨落会在风情馆中自动形成气压变化，而所谓的歌声也随之产生。因为还要和朋友碰面，加上扎达的天气不太好，我们结束了那里的行程，前往 Split 斯普利特，克罗地亚的第2大城市。第2天，这里的阳光甚好，我们漫步在这个中世纪的石头城。狭窄的石板街道、古色古香的建筑和热闹的市场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生活的交织。街头艺术在这里十分常见，随处可见在路边表演的艺术家和汇成一团的人群。在古城的边上，穿过门洞，大海映入眼帘，遍地的棕榈树和路边的咖啡厅都会让人不禁想停下来，放慢节奏，吹吹海风。5月初的克罗地亚还只是这里旺季的开始，我们很庆幸没有赶上汹涌的人潮，还能享受这里的闲暇和散漫。对许多欧洲城市来说，俯瞰都是观赏的最佳角度。我们爬上了斯普利特大教堂旁的钟楼，俯瞰而下，老城和大海像是意大利和布拉格的完美结合。复古的红瓦房，巨大的游轮，随手一拍就可以出片。在 Split 的城郊，我们找到了一处僻静的海滩。因为水温还不够高，零零散散的游客大多都只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。我们脱了鞋，光着脚踩在石头上，虽然有些痛，却还是忍不住去碰一碰这清澈的海水。我们吹着海风，聊着天，或者就静静地坐着，听着海浪的声音，放空自己，偶尔朝着大海扔一块石头。我在岸边捡到了一条树枝，面对着大海，忍不住就忽然挥舞了起来。好烂，好烂，开始了。为什么你会甩？哎，打到我！
这趟克罗地亚之行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Split 周边一个叫做赫瓦尔的岛屿，以及岛上的主要城镇赫瓦尔镇。而去往那里需要乘坐轮渡，因为是自驾游，我们带着车，所以选择了一艘提供载车服务的巨型邮轮，让它带着我们一起上岛。很多人是自由人，船边的位置都没了。再找绕一圈咯。相比于 Split， 赫瓦尔城小而精致，也更有古朴的气息。它的城墙和堡垒建于13世纪，一下子就把初来乍到的我们拉进它悠久的历史中。在短短的2天时间里，我们在它的老城区逛了很多遍。这里有僻静的角落，也有热闹的广场。在港口的岸边，小船停泊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。我们在老城里巧遇了一场婚礼，人们正在派对狂欢，整个小城都洋溢着他们的歌声和笑声。克罗地亚有超长的海岸线，也多到数不清的岛屿，因此这里有一种很流行的玩法——跳岛。所谓跳岛，其实就是乘坐快艇，在诸多不同的小岛上来回穿梭，体验不同小岛的独特之处。我们坐在船上，听着音乐，晒着太阳，海风扑面而来，浪花也溅到船上，充满了夏天的气息。大概开了半小时左右，船长将船停到了一处平静的水面上，让我们下水玩耍。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，大家迫不及待，纷纷从船上一跃而下，拥抱大海。海水很咸，温度也还不高，但这阻挡不了任何人的兴致。我也跳入了大海中，享受着和鱼群一起游泳的美妙体验。在我们去的各处小岛上，蓝洞是其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它是一个入口狭小，但是散发着蓝光的天然洞窟。而要进入这里，我们必须换乘一艘小船，在进入时把头埋低，才能勉强通过。我们的船夫经验丰富，在狭小的洞穴中，即使和其他船只狭路相逢，他们也能游刃有余。蓝洞的颜色形成原理其实和大海相似，阳光从狭小的洞口照射入内后，穿越海水，经过折射，被弯曲并集中在洞穴内部。而其中因为蓝光波长较短，散射作用小，被水吸收的更少，因此进入洞穴的光线主要是蓝色，形成蓝洞的自然奇观。因此想要看到蓝洞，必须天气晴好，风浪也不能太大，否则小船无法成行。克罗地亚清澈透明的海水是这趟行程最让我惊艳的地方，我们也抓住了一切可以碰水的机会。除了跳水和游泳，我们也第一次尝试了在大海上玩 SUP 直立板。海边的水面很平静，并没有很大的浪花，我们或站着，或坐着，甚至是躺着，头顶阳光，脚踏海水，吹着海风，时间也过得飞快。每次长途旅行结束，我们总是会回顾一下这趟行程中我们最喜欢的城市，吃过最好的餐馆，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。因为我不是全游的忠实粉丝，也不是足球迷，所以克罗地亚对我而言是一趟实实在在的水之旅。自从去年学会游泳，我就一直想要真正的拥抱大海，觉得在海里游泳是一件超酷的事情。而这次在跳入大海的那一瞬间，让我有一种圆梦的感觉。当然，克罗地亚还留给我很多其他美好的回忆。虽然这里物价很高，但各种各样的海鲜味道很棒。虽然这里有很多标准的游客专属餐馆，但我们也拜访了一家农家乐，吃到了当地的特色菜。我们去了自然公园徒步，看
看到了很多壮观的瀑布，但也在累的时候，静静地坐在阳台的躺椅上，看着夕阳落下。最后我想说，如果你也喜欢大海，如果你也享受阳光，那欢迎来到克罗地亚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支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欢迎留言评论，也希望大家点赞关注。我们会更新我们的旅游攻略，也会持续分享我们的常旅故事。